好像极少在这里拍视频。其实这里是音乐室，只是今年卡洛斯比较少教音乐，所以更多在创客空间和教育局工作。既然今天在这里拍视频，那肯定和音乐有关系。曾看过直播的，应该看过我手上的 Roland AE10，它是一把电子萨克斯，演奏的时候有着一般传统管乐器的感觉。因此，一般管乐爱好者随手便可学会。和之前介绍的 OMB 密笛吉他情况一样，既然有真的萨克斯，又为何需要它？今天认真和大家介绍一下。提醒一下，假如大家都喜欢红琴奇侠卡洛斯的频道，请于右下角按订阅。假如希望第一时间接到新影片的通知，请按叮当，亦欢迎大家按赞及留言发问。开始介绍电子萨克斯前，先来谈一谈密笛音乐，那就是数码音乐。密笛的全名是 Musical Instrument Digital Interface， 乐器数码界面。那当然是指跟电脑的界面了。这个年代用电路作曲很普遍，但是30多年前，当几个乐器品牌一起研发这密笛制式时，懂的人确实不多。而当时少年的卡洛斯正在做电子音乐的工作，我预见密笛的应用非常强大。于是20年前，卡洛斯撰写了《电脑音乐全攻略》一书。虽然当中部分提及的软件已经不存在，但是当中论述有关密笛的概念一直沿用至今。假如想了解密笛，大可到图书馆这看此书，阅读何为密笛一章。或许我简略谈谈密笛。密笛就是一套让不同乐器沟通的讯息，与电脑的串联通信界面很相似。大家应该见过电钢琴吧？现在应该证明为数码钢琴，你只要看琴的后面便明白。从上世纪80年代后出品的琴都有密笛印及 O 的插口，允许它透过密笛线和电脑或其他乐器联系。但由于20年之间，电脑的知识也有变化，于是多了一个连接电脑的 USB 插。插上一条普通的 USB 线，当然比插2条密笛线，然后再连接 MIDI box 方便吧。你也许会问， Elvis Presley 和 Beatles 乐队的年代都有电子乐器，那为何到80年代要来个数码化，把乐器连接电脑呢？其中一个原因刚才已提及，那便是不同品牌乐器的沟通。比方我弹解琴，另外一台连接了的琴会一同发声，那不就是2台琴合作吗？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输入，我现在打开的程序器作用有点像录音机。音频录音盒不能随意修改，但是在程序器录下的密笛音符是可以修改的。以上就是密笛的简介。之后要谈的是可以用密笛来沟通的乐器。数码钢琴是最早出现的密笛乐器，之后有电子鼓，我之前也有介绍过雅马哈的 MIDI Drum Pad， 而上个节目介绍的 MIDI 吉他已经非常难制作，有看过节目的都应该知道密笛的弦乐器比键盘难得多。键盘只需检测按键的力度，但弦乐器要检测双手的动作。由于复杂，MIDI 吉他出现比较晚。到了今天的主角，密笛管乐器，它是最后期才出现的，因为管乐的演奏牵涉太多的动作，首先要检测手指按孔是否对，之后检测嘴唇的松紧。在真正演奏管乐时，嘴唇的力度可以控制音高，而气量可以控制音量。
假如你是吹管乐手，可不会弹琴，你可能需要用 MIDI 管乐器帮助输入。方法很简单，把 MIDI 管乐器用 USB 连至电脑。刚才我示范了用 MIDI 管乐器来输入音符至程序器。上次介绍 MIDI 吉他我也提及了，炫卡洛斯什么乐器都能用，但我还是喜欢用键盘，因为使用吉他和管乐没键盘那么方便。那这东西还有什么用？我告诉你，这乐器还是有很多音色可以选择的。我试一些给你听。默认是中音萨克斯的音色。先按 Tone， 用左右键可以选音色。现在选 Tenor Saxophone。刚才中音萨克斯是降 E 调的，现在的次中音是降 B 调的。现在选 Brass， 这是整对铜管的意思。现在选 Violin， 它不是移调乐器，那要用它来演奏降 B 调，我要用降 B 调的指法。这就是 C 调乐器的降 B 调指法。现在又试管风琴，是长笛，双簧管。不少的我最喜欢的单簧管是降 B 调的移调乐器。我现在用的是萨克斯的指法，还有其他，比方日本乐器尺八。虽然它有这么多的音色，但还是称为电子萨克斯。因此我今天要用萨克斯的音色为大家演奏一曲。这是一首普通话的老歌《泪的小雨》，原来是一首日本演歌，很适合用萨克斯演奏。我以 A10能做到88%正管乐器的感觉，但我不满意它的键，它不是可出气的孔，你的指头感不到气。
那些按钮也很松，演奏的时候很容易碰到，一不小心碰到指示键，便出现了怪音。经过了今天的讲解和示范，希望大家明白 MIDI 的知识、各种 MIDI 乐器制作的难度，还有我手上 MIDI 管乐器的功能。完结前我还想说，数码乐器始终不及传统乐器，奉劝大家由传统乐器开始学习，学懂了后再去利用数码乐器输入是可以的。喜欢我的视频请加赞、订阅及分享。